大家好，我是九九。很多朋友都问我，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其实我的工作很多。这块塞地呢，在曾经呢是我的工作之一。在2010年的时候呢，我承包了这一块塞地，这一块所有的。这个房子也是我修的，当初是花了4万，将近5万块钱嘛，这有100多个平方。本来我们开发这片山地的时候呢，全部是种的金银花。后来在有一年的时候，那个金银花价格呢是直线下降，丝花的价钱大概在1块5。当初的原来高的价钱呢在7块8块。一棵树呢，在旺季的时候呢，一棵树可以结到30到50斤的丝花，产量是比较高的。原来的这片塞地呢，全部是鸟语花香啊，整片的金银花真的很漂亮的。走到这里啊，在开花的季节，那真的是很香很香的。我整整在这个塞地呢做了5年的时间，包括这个房子啊，我经常在上面睡觉，因为有时候要守啊。这房子里有东西啊，还有上面有颗鱼塘，还养的有鸡呀，很多东西的。早在3年前呢，我就给这块地呢转包给了别人，但是他们做了什么我就不知道。我只是到这里来看一下他们现在发的什么项目，好像这里的路啊，还有一些这些塞地的建设，有些东西呢也改设了很多东西。到底他们做了什么，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？那边的山上可能还有很多工人，不知道这个老板呢在这里种什么。那太远了，我们就不去了。那边的位置和这边的所有的都是我承包下来的，很快的。我们爬上去，这是好像种了橘树。这一片的土，这整块塞的土质比较好。我曾经做金银花的时候，不用加什么肥了，金银花都长得特别的漂亮，而且那个花蕾呢特别的饱满。看了这边全是种了橘子树，好像那边的坡度呢就全部种了梨子啦，还有什么，反正很多种品种的古木树。等过1、2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这里看的话，这里是非常漂亮的一片山区。看那山上还有很多工人在做事，这个开发项目特别大。这下面的土呢，原来都是农夫的，那个做稻子的，后来呢被我承包了呢，改用做金银花，种古木树。当年我在这里种的时候呢，这里都没有草的，因为我请了有个工人嘛，一天他会给我整理得很好。走到这里真的是觉得，对当年那份在这里辛苦了5、6年的那种成果呢，虽然说没有，后来继续下去，但是呢，还是觉得，毕竟自己在这块山上呢，留下了5、6年的足迹，也留下了数不完的汗水。这个房子上旁边的那个沙树嘛，这是我亲手种的。原来我种的好像还种到房子前面去了一点，但是后来呢，后面的房主呢，他因为我这个整块塞地租给别人了嘛，再转租给别人了以后，连这个房子也卖给他了，他呢就把这好像前面呢用水泥把那个树砍了一点，弄宽了一点嘛。现在这个树也有比我的手棒子差不多有我手棒子大了。虽然现在这块沙树呢不属于我的了，但是是我亲手种的，它已经长大了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种成就感。
这些树只是其中我栽的一部分，其实我后面还有很多我亲手栽的，觉得它们也长大了，但是有些呢，他们为了赶路了，把它推了一部分。这房子你看，当年我为了切这个电线，那花了好大的精力啊，水啊、电啊，要往下面切上来啊。这一个房门的锁，这个老板都没有换锁的，还是早有几年我把房子卖给他以后，这个锁我也给了他。这个锁记得是20块钱买的。现在我没有钥匙了，也不能进别人的家了。既然我们不能进去，这个窗户开着，我们看看，原来我在山地住的房子。这被老板后来粉刷过了的，还挺不错的，是不是？面呢就是有个偏沙，偏房的话呢，这里就是我当年拿着，养点鸡啊，人家做事的人嘛，他要吃饭，那我们就一上来就在山上杀鸡吃咯。你看这很快的吧？这是一个偏房嘛，很凉快的，也可以养猪。在7、8年的时候呢，我可以这么说，这一片山地的树呢和地呢，变成了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。看这些的树呢，是在金银花后来，再长几年以后，叠加以后，重新栽的。再回首看一下，这一切曾经属于我的东西。这一片很大的，这呢就是我当年呢就是种的金银花，你看，有那么远有一棵的，1.5米到2米之间有一棵，或者2.5米，看地的投资来。像这种已经的，但是根部可能有一部分没死。看我这片的树林，这整个一片都是我的。看这边的，这边是后来晚几年种的。这个是我请人工做的。你看到处还有金银花留下来的痕迹，一颗一颗的。很整齐的，但是它长得很乱的，是那种。金银花的时候，每年都要修枝。那棵金银花还开得到绿叶子，它这个要到春天就发芽了。现在到春天嘛，这个金银花要重新发芽了，倒是有一部分花，但是不施肥了的话，这个花呢，以后是长得不密，当然是废掉了吧。以后树上来了盖住它了，就没用了。
这种树呢，我们种的是桉树。桉树的话呢，它长得很快，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，我种了这么多年了呢，它还是这么小？因为这里有时候被火烧过，重生它从根部发出来，摘的时候都比较整齐的。现在这个叶子都是黄黄的。这个筛泉水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完，喝起来还很甜的了，和矿泉水一样的。哇，好甜！